于啊，在今天大家期盼已久的锐龙版可算是发布了。咱们之前老说 Redmi 和小米的笔记本芯片拿得太晚啊，吃肉都吃不上热乎的。但是这一次呢 ，Redmi 确实是除了华硕以外最快的一批厂商了。而大家这么期待 Redmi 的锐龙版，其实主要还是因为今年 AMD 这边的核显确实很强，它甚至可以在最低画质下无压力运行几乎所有的3A 大作。那么这台 Redmi Book Pro 15能把 AMD 这颗芯片发挥到什么程度呢？那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机器618到底值不值得购买呢？咱们接着往下看。配置方面，这一次 Redmi Book Pro 15锐龙版让我惊喜的，除了这么快的给上了 6800H 以外，它的内存频率也是给到了对于核显最友好的6400兆。那众所周知啊，今年的 AMD 核显想发挥出高性能，需要同时具备以下3个条件。那现在1和2都 OK 了，只要散热不拉胯，那这个机器在基调上就没有任何问题了。那这次的首发评测 ，Redmi 总算是在发布会之前把这个配置和价格告诉我了。那咱们今天的这个15寸的 R7 核显版首发价是5299元，比我猜测的5499还要低一些。那另外5个配置我就打在公屏上了。那相对来说，14和15寸的 R7 版本是最值得购买的。这一次 Redmi 的这个价格，我觉得大家总不会再说它飘了吧。Redmi Book Pro 15寸版本的这个模具虽然升级了好几次，但是外观上一直以来还真没啥特别大的变化。Redmi 在同价位下的竞争力，或者说我推荐它的理由，很大一部分呢就是来自于它外观上的2个优势一个是 CNC 一体机身，一个就是这块高分高刷屏。那在今年他们还是依然延续了这2个点，说明啊这2个标签 Redmi 还是不太想撕掉的。话说，现在线下的小米之家可是越来越多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店里边体验过这个 CNC 机身？那大家可以在评论区里边说一下，你们对于这个机器在质感上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那对于我这种经常出差的人来说，我其实更需要的是 CNC 机身的强度，而不是质感。但是这个模具对于我来说也有一些缺点比如说 Redmi 虽然对于机器边缘的割手问题优化了好几次，但是目前这个倒角处理的还是不能让我特别满意。而另一个让我不太满意的点则是接口部分，2C 1A， 一个 HDMI， 一个 SD 读卡器，看起来数量上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只有一个 A 口，对于很多人来说，日常使用还是稍微差点意思。除了这2个缺点以外 ，Redmi Book Pro 15在外观上的其他地方我都是非常喜欢的。对了，很多人会说这个15寸的机器为什么不给我一个数字键盘呢？但其实对于一台16:10 15.6英寸的机器来说，它的这个左右空间对于数字键本来就非常紧张了如果是16寸的话，那应该就刚刚好。而相比于数字小键盘，我认为更多的人应该会更在乎这个全尺寸的方向键而说到手感的话，这个机器就是一个正常的水准不好，但是也不差。但是无论如何，这个机器在你打开之后，最震撼的还是这块高分高刷大屏。那这个屏幕在去年的时候只有300尼特左右的亮度，被好多人吐槽之后 ，Redmi 也算是听取了意见，在今年提升到了440尼特。那440尼特对于一块雾面屏来说，绝对是够的了。提升了亮度之后，这个屏幕就基本上没有什么短板了绝对是同价位下第一梯队的水平。别提 OLED 的屏幕谁爱买谁买，反正我是不推荐的。那另外，今年的 Redmi Book Pro 15相比于去年还稍微薄了一点，重量依然是1.77公斤。那毕竟尺寸在这儿摆着呢，这个重量也算是情理之中。那总之Redmi 今年在外观上的策略其实就等于是告诉你如果你还是偏向做工和屏幕的话，那选择我绝对是没有错的。那 OK， 让我们快进到新的部分。提前说明一下从今天开始，各个品牌的 AMD 轻薄本将会井喷式的发布。那所以说这期视频除了展示 Redmi 这台机器的性能以外，我还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今年买 AMD 轻薄本的注意事项，以及告诉大家哪些人该买英特尔轻薄本，而哪些人更适合 AMD 的轻薄本。首先，咱们先浏览一下今年锐龙6000系列的大致规格。很明显，今年 AMD 在 CPU 部分的提升并不大。680H 相比我们去年很常见的那颗580H， 规格上依然是8核心16线程只是稍微提了点频率。虽然说 CPU 部分几乎没有提升，但是这次锐龙6000系列的核显 AMD Radeon 680M，AMD 宣称这颗基于全新的 RDNA2 架构的核显，相比于上一代 Vega 核显提升了2到3倍，甚至它还支持了光追以及 FSR 技术。而且相比上一代，它有一个好处，那就是 R7 和 R9 处理器都是一样的满血12CU 核显所以如果你想达到尽量好的游戏体验，不用上 R9， R7 处理器就足够了。
说来也巧啊，英特尔今年反而是 CPU 部分大幅提升，但是显卡性能原地踏步，和 AMD 正好是反过来的。对于一台15寸的大屏机器来说，散热基本上是不需要太担心的。而且这个机器的散热在今年又进步了一些，那现在它可以稳定在54瓦的功耗上了，同时表面温度和噪音也都控制的还不错。看来万事俱备啊，就看680H 的性能表现怎么样了。先来看 CPU， 这一颗 R7 680H 的单核以及多核可以分别跑到579和5000分的水平，那确实没比去年的580H 高多少，而且也不如我们之前测试的 i7 1270H。但是当你把 i7 1270H 也限制在同样的功耗下时，它们两个差距就没有刚才那么大了。功耗越低 ，AMD 的优势也就越发明显。那这就说明，至少在理论性能上 ，AMD 对于大多数小尺寸轻薄本都是更加友好的。不过，以上这些毕竟都是理论性能，而在实际软件体验中 ，CFZip、PCMark10这些软件 ，AMD 确实都略胜一筹。但是在微弱渲染器以及一些比较吃单核的软件里边 ，AMD 这边就会稍微弱些了。除此以外，这一次 AMD 虽然也支持了 AV 解码器，可以说是补强了以往比较弱的视频能力。不过在创意设计领域，比如说 Adobe 悬崖筒里边，它依然是打不过隔壁的 i5 处理器的。那当然，关于这个机器，我相信大家肯定是更加在乎它核显的一个游戏性能的。那这颗核显的跑分确实是非常猛，那它在 TimeSpy 里边可以跑到2576分。那 AMD 宣称这颗核显可以干掉之前游戏本上的老独显1050 Ti。那为此我之前还专门买了一台1050 Ti 机器。那对比下来呢，这颗核显确实是正好比1050 Ti 强，而且相比于去年的核显，它又有翻倍的提升幅度。那在游戏上，我们对比的是英特尔核显以及2050独显机器。那看一下这个帧数呢，你会发现这颗核显其实有一个特殊的意义，那就是核显笔记本在今天终于可以在最低画质下畅玩市面上几乎所有的3A 游戏了。那甚至有些游戏你可以再把画质调高一些，比如说地铁离去，还有地平线5。那另外 ，AMD Radeon 680M 也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能够做到3极致流畅吃鸡的笔记本核显。而且因为这个核显的内存共享机制，所以你几乎是不用担心爆显存的问题的。那你也可以看到，在地平线5这个很吃显存的游戏里边，这个核显甚至和2050的帧数都差不多了。那最后我还顺便对比了一下首发锐龙6000系列的幻视3以及那台旧的1050 Ti 机器 ，Redmi Book Pro 15相对来说还是会更强些的。所以结论很明显，今年 AMD 的新核显相比于之前的核显确实是2到3倍的提升并且也确实是超过了前2年发布的1050 Ti 游戏本。不过到了 2K 分辨率，很多3A 游戏就没法流畅运行了。所以说这颗核显我还是会把它定义为网游卡，想要畅玩3A 游戏，等等后面的 Redmi G。那没错，内部消息Redmi G 202马上就会和大家见面了。那另外我们还简单测试了一下光追和 FSR， 开启光追之后的这个帧数可以说是完全不可用的，所以说没有什么好说的。而开启 FSR 之后，帧数确实提升明显，但是画面也糊了很多。那 AMD 在这一块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另外需要注意 ，A 卡对于极个别游戏，比如说古墓丽影的 bug 还是没有修复。那据说明年 AMD Zen 4平台的核显性能提升更大，甚至能赶得上残血的3060了。那到底是 AMD 吹牛逼，还是等等党的最终胜利呢？咱们明年再来看吧。对于轻薄笔记本，之前的 AMD 平台有一个点一直都做的不怎么样，那就是离电性能了。那所以我以前外出的时候，基本上只会带英特尔平台机器。那不过在今年 ，AMD 6000系列的离电性能再也不拉胯了，像多核性能以及 PR 这块都做到了10%以内的性能衰减。那最让我惊喜的其实是游戏部分 ，CS:GO 这边只掉了6%的帧数。那所以如果你以后打着游戏，然后宿舍断电了，那么 AMD 的本子怎么样都是能够支持你正常结束这一把游戏的。那最后我们来拆机看一下，硬盘这一块是一个群联的3.0盘子内存的话也是一个板载的。那你也可以看到，这个机器在存储上是没有任何多余的插槽的。那这也是我希望 Redmi 在明年的大尺寸轻薄本上急需改进的点。那最好是给到消费者32G 的选项，而散热模组的话就暂时不用改了，现在这个就完全足够了。那我们重点来说一下续航能力。AMD 宣称锐龙6000系列相比于锐龙5000系列的续航又强了一些。那开始我还不信，但是我测了一下续航之后，着实是吓了我一跳。即使在原生分辨率和刷新率下 ，PCMark8也能够坚持10小时以上，而去年的 Redmi 是8个小时。要知道现在英特尔阵营这边续航最顶的机器就是我们上一期评测有 OS Turbo 加持的 Magic Book 了顶天也就是8个多小时，而其他的英特尔平台机器普遍都只有4到5个小时。看来今年在续航这块依然是 AMD 的天下。
OK， 那总的来说 ，AMD 可以说是又一次拯救了 Redmi Book Pro 15这台机器，那很熟悉对吧？和去年的剧情是一模一样的。其实啊，早在几个月之前 ，Redmi 的英特尔版本上了 i7-12600H 这个 CPU 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担心 AMD 版本会不会在散热和内存上进行缩水了，但是都没有啊。这个机器就是我心目中锐龙版该有的样子，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是这么想的。那5299这个价格也是完全可以放进咱们今年的推荐列表的。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边 ，AMD 的钱包本会越来越多的。那要不要选择 AMD 呢？这里我也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如果说你日常使用更需要单核性能、生产力创作以及个别非常老的软件的话，那还是得英特尔。但是啊，如果你更看重续航以及显卡性能啊，或者说你想购买一台小尺寸机器的话，那么 AMD 在今年绝对是你的不二之选。那么这期就是这样，咱们下期再见了。